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若风。你看到我这儿放着一块布，应该就猜到了。那这块布呢，就是我今天做衣服要用到的布料。去年呢，我就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张图片，我特别喜欢图里的这条裙子。但是这个图片呢，它没有给关于这条裙子的更多信息，什么品牌啊，不同角度看是什么样的，我一直都不知道。直到今年前段时间，我认真的在网上搜了一下，然后终于找到了卖这条裙子的网站。那它的网站里呢，有这条裙子更多详细的信息，包括它不同的角度还有价格。那这价格对我来说太贵了，所以我就打算用手头的这块布料来做图片里的这条裙子。先来看布料的问题。我喜欢的那条裙子呢，它的官网上说它是100%纯棉，另外是半透明的。然后我手头这个布料呢，摸起来应该也是纯棉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布料呢，完全不透，而且你看它明显应该比图片里那个裙子的布料要厚很多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也不想要一条半透明的裙子，这样夏天里头还得叠穿别的东西，就不如这样子一层它不透的。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呢，它不会跟图片那条裙子完全一样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今天也不打算100%还原图片的这条裙子，而是以这个图片作为灵感的来源，根据手头的这块布料来做今天的这条裙子。根据这个裙子的网站呢，那这条裙子的腰围应该是170厘米。那170厘米穿在我身上是什么效果呢？我拿卷尺比了一下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它本身裙子的布料很软，那170厘米做出来应该还好，但是因为我用的布料比较硬挺，如果做这么大的话呢，那穿在身上上半身应该就会鼓得像一个气球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要对它的版型还有尺寸都做一些修改。那现在就来画今天的版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原网站上这条裙子从上往下总共是3层，它是没有腰线的。我打算给它增加一个腰线，把它变成4层。那第一层呢，就是有开口的这部分，也是上身部分。这部分我只打算比我的自然胸围略微大一点，然后停在我腰线的位置。然后呢是第一层裙摆，那第一层裙摆就可以比上身大一些。接下来就是按照原裙子设计的下面2层裙摆。那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上身部分不会太臃肿。接下来我就可以按照这个设计来裁这4部分的布了。首先呢，量出从希望的衣服上摆到腰线的长度，这就是第一层的长度。然后呢，拿卷尺在胸围上围一下，看看希望多宽松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层的宽度。根据量好的尺寸裁出第一层，第一层后片裁一个整片，前片裁成相等的2片。现在量出从腰线到裙子下摆总共的长度，把总裙长除以3，算出每一层裙子需要的长度。那我先把每一层裙子的长度裁出来，之后再来裁它们的宽度。首先来缝第一层的前片，我已经把中间还有上缘都锁了边。那首先呢，把它的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把中间这部分给它缝起来，但是不要缝到头，上面要留开口的部分。前片正中缝好，现在是这个样子的，它上面有个开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把它翻到布料的反面，把这个缝缝的地方，把两边的毛边朝两边熨平，然后再给它压一条线，确保它平整。把第一层的后片和刚缝好的前片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从两侧缝起来。上身部分缝完，那现在来缝裙子的第一层，也就是整件衣服的第2层。
那我现在裙子这个上缘的长度要是衣服下摆长度的1.5倍。不过在把它们缝在一起之前呢，我想在裙子侧缝线的地方给它加口袋。那现在就先来做口袋。做口袋的布料呢，是之前做那条汉服裙子的内衬剩下的布料。那我现在把它叠了2次，也就是4层布料叠在一起，然后在上面用我的手简单的画出版型，然后把它剪下来。我给每一片口袋布料都锁了边，防止脱线。在第1层裙子前后片的2侧分别都缝上口袋。口袋缝上之后，那现在把口袋分出来，然后在这个边缘的地方再给它压一条线。现在把前后片布料的正面堆在一起，然后沿我手指画的这个地方给它们缝起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口袋这样就缝好了，可以手伸进来感受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就要在上缘打褶了。方法呢是先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大，然后在上缘平行的缝2条线。2条平行线缝好以后，一手拉住线头，另一手整理布料，那它自然的就会出现打褶的效果。就这样一直给它打褶，一直到裙子上缘这一圈的长度跟衣服下摆的长度一样为止。现在可以把第1层裙子跟上身部分缝在一起了。第2层和第3层裙子的做法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不需要加口袋。每一层裙子的裙摆长度都是前1层裙子的1.5倍，然后通过给它们打褶，让它跟前1层裙子裙摆一样长，然后把它们缝在一起。我现在已经缝了2层裙子了，还剩第3层，也就是最后1层没缝。那最后1层在打褶之前呢，我要先把下边这一圈给它进行包边，然后再把它窝回去缝起来，然后再去打褶，那这样方便一点。现在开始做袖子。那袖子呢，我首先裁出2个很大的长方形。我把2个长方形叠在一起，然后对折，从一个角上裁去一个三角形。这个三角形呢，就是用来之后跟衣服主体连在一起的地方。然后对应的，我要在衣服主体的2侧也裁去同样的三角形，用来之后跟袖子的部分缝合。我已经把袖子的上下都锁好边了，那现在把下摆的部分给它窝回去缝起来，然后拿一节松紧带缝在靠近袖子下缘的部分。松紧带缝好是这样的，然后把整个袖子对折，从侧面给它缝起来。现在就可以把袖子跟衣服主体缝在一起了。袖子缝好以后，我要把衣服的上缘这样子给它折回来一截儿，然后再折回来的这部分呢，整个一圈给它缝2条平行线。这2条平行线缝好之后呢，可以看这个地方和边缘这条线中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通道。那这个通道呢，就是我放松紧带的地方。我拿别针带着这个松紧带，从这个通道里进去，然后要在衣服上缘整个绕一圈。松紧带穿好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开口给它缝起来了。
然后我拿布条做了2条带子，分别缝在领子开口的两边。我又裁了一个布条，给它缝起来做裙子上的腰带。最后呢，我又缝了2个这样子的裙瓣，我要把它缝在裙子侧缝线的位置，用来之后穿裙带用。这面的侧缝线这样子缝一个，然后另外这边，我的猫不愿意让开。猫终于挪了挪，那么这面的侧缝线也同样给它缝一个，把裙瓣缝好。我已经把裙带从缝好的裙瓣里穿过来了，那现在给它打个结，今天的这条裙子也就完成啦。